这是一个修炼成精的茶壶，拥有它的人只要伤害自己或别人，它就喷出源源不断的 money。这是一对恩爱的小夫妻，丈夫叫小帅，是个电话推销员，不过业绩平平，也不太受老板待见。妻子二翠正在找工作，但四处碰壁，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活过得相当拮据。参加聚会穿得最寒碜，租住在二翠前男友家，交完房租信用卡已经刷爆了。好在两人的感情很好。这天两人正在开着车，突然被一辆大卡车给撞了，幸好没出事。在和警察交谈时，二翠眼前一亮，看见前面的老奶奶鬼鬼祟祟从铁桶里拿出一个金光闪闪的东西，就跑了过去。她来到了古董店，看到了金光闪闪的宝贝，原来是个茶壶。一碰到茶壶，二翠突然像着了魔一样，抱起它就往外面跑。第二天，二翠在烫头发时，额头不小心被卷发棒烫到，茶壶突然发出异响，掀开茶壶拿出2张新鲜的 money， 她好像意识到什么，慢慢拿起卷发棒往额头上放，果然里面又出现 money， 她拿起并数了起来，原来通过伤害自己就能得到 money。尝到甜头的二翠一发不可收拾。刚刚被老板解雇的小帅回到家，看见二翠伤痕累累躺在床上，在客厅，二翠把茶壶递给小帅，小帅顿时有种心虚惊恐的感觉。二翠用行动跟他解释，一巴掌打翻了小帅，接着从茶壶里倒出 money。小帅认为这是他提前放进去的，看他还不相信，二翠直接上脚踢了他的要害，结果 money喷了出来，这样他彻底相信了。二翠憧憬着以后美好生活，可小帅隐约感到不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帅来到了古董店，想归还茶壶，可古董店竟然在一夜之间倒闭了。接着来到正在电视直播的艺术品展览馆，他想知道神奇茶壶的来历，可还是一无所获。他只好和二翠约定，只要赚到100万就马上停手。接着一起将手放上煤气灶上，money刷刷的喷出来。二翠带着茶壶去做全身脱毛，疼得大声惨叫。小帅更狠，拔牙不让医生打麻药。这个男人真狠，为了得到钱，拔牙不让医生打麻药，嚎叫声响遍整个医院，因为他有个神奇的茶壶，疼痛可以得到钱。到了晚上，他把钱藏在水箱里。这天来了2个犹太人，二话不说把小帅揍了一顿，并说茶壶是他们的传家宝。Our grandmother risked her life to save that teapot during the Holocaust. 二翠骗他们说 Lady, she gave me a really good deal. 看着犹太人不停地殴打小帅，于是二翠从茶壶里拿出钱。 Stop it! Please stop. Here's just $5 grand and you can keep the change. 在他们离开后，小帅和二翠来到了图书馆，因为他们想知道茶壶到底有什么秘密。终于在一本古书上找到茶壶的资料，黄铜茶壶拥有着神秘的超能力。 Ownership of the teapot, we're in for unsavory consequences. 到底有什么苦果？小帅没看到，因为那一页已经被二翠偷偷撕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们买了豪车，买了豪宅。这天，他们正在豪宅里开 party 时，一个中国博士找上门。原来他在电视上看到小帅的茶壶，博士告诉他们 You must listen to me before it is too late. Leave us alone and get off of our property. 随后就把门关上。晚上，二翠的前男友找上门，他嫉妒二翠他们突然变得有钱，一把抢过二翠手中的茶壶，接着夺门而出，把茶壶扔向远处，最后开着车对着茶壶碾压。夫妻俩绝望地跑了过去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他们拿起茶壶看了看后，惊奇发现茶壶居然完好无损，这让小帅心中的疑惑更深了。于是夫妻俩找上了博士，博士向他们介绍 For 2,000 years since it disappeared from a Nazi concentration camp in 1945. If there is 1 ounce of evil or hatred in either one of you, the teapot will draw it out. 博士建议他们将茶壶交给自己，他会将茶壶藏到没人能找到的地方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。不过二翠不相信博士，认为博士想私吞茶壶，并且认为自己和小帅都是好人，不会受到茶壶的影响。意外在这天晚上发生了，犹太人2兄弟又找上门，要拿走他们所有的 money。二翠急眼了，拿起茶壶殴打他们。奇怪的是，其中一人刚拿起茶壶，马上就被另一人制止，最后把夫妻俩打晕了。第二天醒来，夫妻俩又变得一无所有。二翠她拔掉眉毛，茶壶里只出现1块钱。他们发现茶壶已经不满足初级疼痛了，出现的钱越来越少。为了维持奢侈的生活，他们来到了酒吧。小帅喝酒壮胆，找到了最凶狠的人，一顿挑衅之后被暴打了一顿。这个女人真狠，看见别人痛苦，她却很高兴。一天，二翠正想怎么弄钱时，一个玩滑板的人摔伤了腿，突然茶壶发出响声，接着他从茶壶里拿出一沓 money。原来看着别人痛苦，茶壶也能变出 money。于是他们去看拳击比赛，看别人纹身，看别人生孩子。很快他们又有钱了。然而茶壶对二翠的影响越来越大。这天他开车看见前面一个流浪汉在闯红灯，他恶狠狠盯着前面，用力踩下油门，车子快速朝流浪汉驶去。幸好小帅及时移开了方向盘，流浪汉得救了。谁知二翠大怒，他闯红灯的。小帅也急了，那他就活该死吗？二翠吼回去，说小帅胆小没用。最后二翠气停车摔门就走。这时茶壶居然喷出一地 money， 二翠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，他又发现新的发财方法，于是两人相互揭老底，说了会让对方伤心的话。这样还不够，接着他们开始伤害身边的人。二翠告诉邻居，他的狗其实是被他老婆弄
弄死的。小帅给老板的妻子看了老板私密照片，结果大量的 money 喷了出来，很快他们就存了很多钱。可是他们还不满足，他们来到姐姐家，甚至想告诉姐夫，姐姐生下第一个孩子不是他的。就在最后关头，看着姐姐满含泪水的眼神，二翠突然改口了。回到家，二翠突然想干一票大的，这样直接可以赚够100万 money。于是她拉着老公到野外挖坑，准备杀掉一个罪犯来赚钱。当他们挖到一半时，小帅突然醒悟了，于是他来到博士的住处。博士告诉他，只有他们两人心甘情愿地把茶壶交给他，才能让茶壶失去魔力。于是小帅回到了家，他拿着茶壶坐在窗户上，再次和二翠说起了放弃茶壶的事情。二翠虽然口中答应他，眼睛还是死死地盯着茶壶。绝望的小帅抱着茶壶就从窗户倒了下去，直接摔到了屋外的草坪上。二翠哭着跑下来，看着昏迷的小帅，他这才追悔莫及。好在楼层低，小帅醒了过来。二翠终于清楚自己最在意的是什么，于是他们决定第二天把茶壶交给博士。晚上警报器响起，小帅下楼一看，茶壶不见了。看到外面急促开走的车，就已经知道是被前男友偷走，但他们决定去拿回来交给博士。第二天等他们赶到前男友家，只见房间一片狼藉，到处都是血迹和 money。很显然前男友已经知道茶壶的秘密。前男友用枪指着他们，准备开枪时，犹太人突然冲了进来，接着他们朝前男友开了一枪。小帅赶紧带着二翠躲在沙发后面。一阵枪声过后，他们走了出来，看见房间的4具尸体和满地 money。 Let's get rid of this thing. 小帅和二翠拿着玛尼和茶壶走出了房间，将茶壶交给在外面等待多时的博士。小帅和二翠抵制住了最后的诱惑，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活。最后，博士把茶壶扔进了深海之中。